GITM 就係 Glitch in the Matrix 嘅簡稱，中文普遍譯做母體故障效應。呢個講法係建基於一個假設，世界係一個龐大嘅母體 Matrix。用一個籠統嘅比喻，就好似話由一台巨大無比嘅電腦建構出我哋嘅現實世界咁樣。一切嘅人、動植物、生物、死物、自然現象、物理規律，甚至係宇宙法則，都係根據由呢一個母體所設定嘅公式計算出嚟嘅結果。而呢一個由母體持續運行嘅複雜運算，偶然會出現漏洞，導致各種物理定律出現誤差。如果發生誤差嘅時候，咁啱有人身處其中，佢哋就會遭遇到常理無法解釋嘅怪事，經歷一啲違反常識、違反物理，甚至係違反邏輯嘅事情。好多人談論嘅一啲靈異現象，即係俗稱嘅撞鬼，可能都係由於呢一個母體喺運算時出錯所導致嘅結果。不過實際上 GITM 往往比撞鬼更加詭異，更加難以解釋。以下落嚟要講嘅故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個陶瓷娃娃嘅都市傳說，就係話有個人將屋企裏面一個陶瓷娃娃抌咗之後，佢會自己返屋企，個結局十分之峰迴路轉嘅。而我想講嘅則係另一個關於椰菜娃娃嘅故事。慎防有人唔知道乜嘢係椰菜娃娃，就等我先解釋一下啦。椰菜娃娃係80年代嘅一款公仔，佢英文名就叫做 Cabbage Patch Kids。最初係由美國興起，冇幾耐之後就引入咗香港，係當時極之受歡迎嘅一款兒童玩具。但係大家唔好誤會喎，呢款玩具之所以用椰菜娃娃呢個名，其實並唔係因為呢款公仔自己中意食椰菜。呢款公仔嘅原型係誕生於1976年，由 Xavier Robert 所創。當時嘅賣點呢係強調呢一款公仔係唔經由機器車縫，全手工嘅製作，所以係唔會有兩個完全一樣嘅作品。起初作者將佢命名為 The Little People， 直至到1982年。同一間公司 Coleco Industries 合作生產，由於要應付龐大嘅銷售數量，生產商放棄咗人手製作，而改為用機器量產。除咗喺原有嘅設計上面做出一啲改動，物料亦都盡量保留住前作嘅舒適手感。然而，由於當時另一家著名嘅品牌 Fisher Price早就已經註冊咗 The Little People 呢個名，於是時任嘅設計師兼作家 Roger L. Slifer 就為佢度身訂做咗一個奇幻嘅故事背景，話呢一個公仔係出生於一個椰菜田，並且等候有緣人將佢哋領養。係啊，唔係買啊，係領養㗎。所以每個椰菜娃娃都有自己嘅出世紙同埋證書。呢一款公仔當年受歡迎到乜嘢程度？喺1986年，一個椰菜娃娃嘅定價大概係30蚊美金，但係因為供不應求，炒價一度上升到100蚊美金一個，更加發生過有顧客喺搶購嘅時候爭到大打出手嘅事件。後來呢款公仔進駐咗香港嘅市場，不過就係另一段故事啦。言歸正傳啦，話說我太太細個嘅時候，
佢爺爺送咗一個椰菜娃娃俾我太太嘅家姐，家姐長大之後就轉送咗俾妹妹，亦即係我太太啦。直到家姐結婚，嗰個椰菜娃娃都一直留喺娘家。後來我太太同我結婚，搬咗出去住，佢就將嗰個椰菜娃娃帶咗去新居。雖然佢冇將個椰菜娃娃抌咗，但係一直就將佢收埋喺雜物櫃裏面，再冇攞過出嚟。直到後來，因為喺雜物箱揾嘢，佢再次見返呢個椰菜娃娃。咁啱嗰陣時，因為睇咗一出美劇，劇中有一個類似嘅椰菜娃娃。我太太因為好鍾意當中嘅劇情，於是就順手將個椰菜娃娃重新攞返出嚟，擺喺屋企嘅飾物櫃裏面。屋企嘅飾物櫃唔係好大，所以我要將一啲我嘅 figure 公仔讓位俾呢一個重見天日嘅新成員。起初都相安無事嘅，但係後來我發現嗰個椰菜娃娃時不時會被移動去其他嘅位置，例如最初擺喺飾物櫃嘅左邊，但係某一日發現佢唔知點解，亦都唔知幾時移動咗去飾物櫃嘅中間。原本喺中間位置附近嘅公仔就好似俾佢逼開咗咁樣，全部企到歪晒，甚至有啲仲跌低咗添。起初我以為係太太嘅惡作劇，但係佢就否認，佢認為只係椰菜娃娃坐唔穩跌咗落嚟啫。甚至反指係我喺調整我嗰啲 figure 公仔嘅時候，將個椰菜娃娃移動過而忘記咗。但係呢種情況發生過唔止一次，而係發生過2、3次㗎喇。最後一次佢更加係出現喺飯台嘅正中間，而且嗰一日太太係比我早出門返咗佢娘家。到我返屋企嘅時候呢，嗰個椰菜娃娃就已經喺台上邊啦。嗰一晚太太好夜先至返嚟，亦即係話喺我出門口到返屋企嘅呢段時間，屋企都冇其他人嘅。如果係有其他人，甚至係有賊偷偷潛咗入屋裏邊，照計應該唔會唔偷任何嘅財物，只係將個椰菜娃娃搬嚟搬去咁無聊。唯一嘅解釋就係嗰個椰菜娃娃自己喐。事後我只係將個椰菜娃娃放返入飾櫃裏面，並冇講俾我太太聽，因為我擔心佢會好驚。雖然我都覺得好詭異，但係我本身就並唔怕鬼，反而覺得呢種現象幾有趣。於是我就決定做一個測試。我買咗個 GoPro 攝錄機同埋一個小盆栽，詐帝同我太太話要拍攝一個盆栽植物成長嘅 time-lapse 影片。我太太就不以為意，冇理到我啦。其實我係將個鏡頭角度調整到可以拍到擺放椰菜娃娃嘅嗰一個飾櫃。每日離開屋企之前，我就會開始錄影，直至到我返嚟之後再睇返。計劃開始之後，每晚我返到屋企嘅第一件事就係確認飾櫃裏邊嘅公仔冇移到位，再檢查下成段影片，睇下裏邊有冇啲奇怪嘅事發生過咁啦。如是者1連4日都冇再拍到椰菜娃娃有任何嘅異常，直至到第5晚，我返到屋企，入咗門口之後，如常咁見到個椰菜娃娃仲喺飾櫃裏邊冇喐過。正當我猶豫係咪要放棄嘅時候，忽然接到一通電話，係公司打嚟嘅。我接聽咗，原來係有一啲工作上嘅小事要同同事交代一下。咁我就拎住個電話喺客廳裏邊行來行去，來回咁踱步，一直咁樣行到窗邊。
我不經意咁樣睇到窗上面嘅玻璃被上面嘅倒影嚇咗一大跳。我擰翻轉頭一睇，竟然發現嗰個椰菜娃娃就坐咗喺客廳嘅正中央，亦即係我啱啱踱步經過嘅位置。電話另一邊嘅同事聽到我講講下停咗落嚟，就追問我係咪發生咩事啊咁啦。我都唔知點樣解釋，只係話有啲緊要事要處理之類啦。我個腦亂到連我自己答咗啲乜嘢都唔知，就嗱嗱聲收咗線啦。由於我一入門口就已經確認過椰菜娃娃喺飾櫃裏面，之後就接到電話。期間我冇閂到個 GoPro 攝錄器，GoPro 嘅角度啱啱好覆蓋到飾櫃到客廳嘅位置，亦即係話只要影片順利拍攝晒嘅話，就一定可以睇到個椰菜娃娃到底係點樣由個飾櫃移到去客廳嘅地板上面。我即刻坐埋餐台，打開放喺台上面嘅 laptop 電腦，接駁好個 GoPro， 播放裏面嘅影片。喺呢段時間，由開機到播片，我個腦裏邊一直想象住各種嘅畫面。嗰個椰菜娃娃係點樣由個飾櫃打開櫃門嘅呢？佢係爬啊，定係跳落地上面嘅呢？定係佢係跑去客廳中央嘅呢？坐低之前有冇做過啲咩動作呢？等等等等啦。當我開咗機，快轉嗰段影片，去到我入門口嘅時段，我竟然發現一件匪夷所思嘅事，推翻晒我所有嘅想象同假設。我暫停咗條片，喺畫面度清楚見到，早喺我入門口之前，嗰個椰菜娃娃竟然一直都喺客廳嘅地上面。我重新播放影片，影片中嘅我接到電話，喺客廳裏邊踱步嗰陣，我兩隻腳先後兩次都啱啱好跨過咗嗰個椰菜娃娃，亦即係話，根據呢一條影片嘅記錄，呢個椰菜娃娃由始至終都係坐喺客廳地板上面。但係我翻嚟嘅時候，我係明明親眼見到嗰個椰菜娃娃喺飾櫃裏面嘅喎。我雙手掩面，我用力咁拍自己兩下，我捽下對眼，希望令自己清醒啲。喺呢個時候，我霎眼望到頭先停落嚟嘅影片，我不由自主全身都打冷震，因為我發現而家睇到嘅畫面同啱啱十幾秒之前睇到嘅完全唔同。頭先影片中嘅嗰個椰菜娃娃係坐喺客廳地板上邊，但係而家嘅影片裏邊嗰個椰菜娃娃就坐咗喺我放電腦嘅呢一張餐台上邊。我將 laptop 電腦嘅屏幕冚翻低，就見到嗰個椰菜娃娃正正坐喺我嘅面前，對住我微笑。好多鍾意靈探嘅人都會帶埋攝錄器材去拍攝靈體，因為口講無憑，無論有幾多人見到嘅嘢有幾真實都好啦，冇真憑實據講出嚟都未必有人會信。而透過現今科技，如果能夠將見到嘅怪事用照片甚至用錄像作為客觀嘅證據，咁就會有說服力好多啦。然而，當呢種客觀嘅科學實證
同人嘅主觀經驗出現落差，即係肉眼見到嘅嘢同數碼記錄唔同嘅時候，幾乎任何人都會認為肯定係人嘅記憶出錯、睇錯唔存在嘅嘢，而唔會懷疑係部機嘅記錄出錯，拍唔到存在嘅嘢。但係其實會唔會另外有一個可能係人同機器都冇出錯，各自見證到嘅事物都確實存在，只係出錯嘅係呢個世界嘅空間，將兩個唔同時空嘅事實各自呈現喺唔同觀測者嘅記錄裏面呢？萬一真係遇到咁樣嘅情況，你會懷疑電子科技，定係會懷疑你自己呢？